沙虫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真的了解沙虫吗？对于这个味道鲜美的神奇生物，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应该如何处理？怎么做才嘎嘎鲜溜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说北海肠、南沙虫这两种生物，可以说是人们最能接受的两种虫类海鲜，号称天然味素。今天咱们主要盘一下沙虫，这都活着呢啊！沙虫是方格星虫的俗称，隶属星虫动物门，是一个比较小的门派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光裸方格星虫，很多人以为这个玩意儿只有南方才有，其实北方也有分布。我在大连赶海的时候就挖过这个东西，就是分布的比较少而已。它可不是土笋豆里那个虫啊，土笋指的是可口葛囊星虫，虽然同门但不同纲。这玩意儿吃神绝了。本期的抛吃题呢，我们将和海肠进行一个终极吃神 PK， 看看哪个更好吃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沙虫，它属于血迹型生物，身体呈圆筒状，分为头部、躯干部和尾部。体壁有很多的环肌和纵肌组成，当身体运动时，环肌和纵肌收缩，就会呈现方格状的纹路。因体表闪烁着彩虹一样的光斑，而且浑身光秃秃的，没有刚毛，所以取名光裸方格星虫，也称裸体方格星虫。它的吻部是翻吻结构，受到惊吓时，吻部会迅速收缩到身体里，放松的时候会伸出来。吻部长有许多三角形的乳突，呈鳞状排列。沙虫进食的时候，就是靠着这个翻吻吸食泥沙中的有机碎屑。来，注意看，很多人认为沙虫的小屁屁开口于尾部，其实尾部啥都没有。那么小屁屁长哪去了？在这儿呢啊！大概就是胸部的位置，这个像乳头一样的部位就是它的小屁屁。排泄器官长这个位置，感觉设计不是太巧妙。在小屁屁的后方靠上的方向，还长有一对小的乳头状的口，这对口是它的肾孔，不仅是肾孔，也是生殖孔，一孔二用。沙虫整个的外部特征与海肠有点相似，但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海肠属于异虫动物门，因尾部长有一圈刺状的环形刚毛，所以起名单环刺翼。而且海肠的体壁都呈乳突状，尾部有独立的肛门，两者还是比较好区分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沙虫的内部结构。抛的时候刀尖一定要挑起来，要不然肠子太薄太脆弱了，很容易挑坏。淌出来的这些液体都是提腔液。沙虫没有血管系统，提腔液含有蚯蚓血红蛋白，这种蛋白是唯一的天然非血红素载氧体，具有运送和存储氧的功能。固定好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具体结构。前端为翻吻，这个发白的区域是咽部，从咽部的根部分别长有4条可使吻部收缩的受纹肌，其中内侧一对为腹受纹肌，外侧一对为背受纹肌，小屁屁就藏在这对腹受纹肌之间。这根颜色发黄的线状物是它的腹神经索，是从食道背侧的脑神经节发出，贯穿整个腹部。这条神经索相当具有韧性，它的肠道非常特殊，像是一根大麻花，有序的互相缠绕。食道从咽部这儿下来，咽后是中肠，中肠要到尾部再反上来，与直肠相连，最后直达肛门。在直肠这个部位伴生着一条灰色的直肠毛囊，可以剥离掉。整个肠道都被一丝丝的固肠肌所固定，如果把肠子张开的话是很长的。像这种低等生物没有发达的消化腺，只能靠更长的肠子来进行更多的消化功能。整个肠子肯定是不能吃的啊，还有很多的泥沙。来，往这儿看，在食道两侧长有一对条形的囊状部位，这是它的肾管，主要负责2个功能。一是作为排泄器官，代谢掉提腔液的废物；二是作为生殖器官。沙虫在繁殖期间会通过肾管游离端的开孔收集提腔液中的精卵细胞，并在此进行滋养。沙虫为雌雄一体，没有明显的生殖腺。精卵细胞是在腹受纹肌根部的体腔膜，大概这块区域所生成，肉眼很难看见。生成的精卵细胞会释放到提腔液中，然后汇集到肾管中。繁殖期间，公沙虫的肾管会呈白色，母的呈黄色，这个特征与海肠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海肠就清楚了。哎呀，一摸海肠，我就想到这个妙界护颈 U 型枕啊，摸着软乎乎，但支撑也没落下。我经常带着它在手机上查资料，又能护颈，又能热敷，还能按摩，只要168块钱，还能送2个100元眼罩，多划算！低头玩手机，脖子真遭老罪。这个能帮咱稳稳的撑住脑袋，干啥脖子都轻轻松松的。这双层记忆棉要是解剖了，能看到里面是硬挺的，就是这玩意把我脖子支棱起来的。
外面是软的，保证你待1天也不硌肉。加了科学分区，个子也高了不少，把下巴和脑袋托得好好的，往哪晃悠你也不会变外脖子束，脖子一圈暖乎乎的，带出门老潮了。而且有这几个按摩点刺激穴位，酥麻的劲儿能让咱麻溜放松，一点都不怕累了。玩手机看电脑，一个不注意头就低下去了。这 U 型枕对咱真是刚需，脖子直挺着很有安全感，低头少了脖子就不酸了，把颈椎的压力降到最低。平时上班休息出去旅游了，充好电塞包里就行，大半个月了都还有电。U 型枕界的劳动楷模啊，这是。评论区领券送眼罩，保价运险咱都有，3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。这个保护颈椎还是很好使的，大家自用送人都可以。海肠的肾管比沙虫多2个，一共有4个。仔细看，生殖期间外肾孔呈现4个黄点，这就是母的；如果是公的话，就是4个大白点。这是我哥们儿在大连抽海肠时拍到的海肠正在排精的画面。海肠与沙虫性成熟时都会集体的从洞中爬出，开始无非，相互排出精卵细胞，在海水中进行体外受精。以上就是沙虫的基本特征，重点来了，如何挑选优质的沙虫呢？选这种颜色发红发紫的，用力一甩立马能够聚灵起来的，这就是活沙虫。如果是白不呲啦，用手一摸富囊囊的，咋甩都不聚灵，就是死沙虫。死沙虫的幼壁在自由酶的作用下会快速分解，幼子会皮跳，而活沙虫的幼壁很紧实，能够打成卷。处理沙虫也很有讲究，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开膛破肚法，用一把剪刀从嘴丫子这儿下剪子，然后顺着身子一直滑到尾部，翻开把肠子摘掉，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喜欢片状的就这么处理。第2种方法是千年杀，先把嘴剪掉，拿根筷子对准尾部，噗呲怼进去，然后用手往下撸，这不就翻过来了吗？肠线顺手摘掉就行了。最后筷子一抽，这不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虫体了吗？如果是海肠的话，把头尾带有刚毛的部位剪掉，因为海肠的肠道没有泥沙，用刀一刮，把肠子刮掉就行了。好了，那么沙虫怎么做好吃呢？我们整个刺身，再整个韭菜炒。刺身的话，我们跟海肠一起吃。海肠的粘液太多了，需要用盐醋水揉搓一下，去掉粘液，斜刀切成段，这就行了。沙虫没有粘液，清洗干净，改个刀就可以了。格调必须上来，摆个小盘。韭菜炒的话要焯一下水，烫几秒钟就行啊，不能烫大不劲了。把韭菜炒断生，倒入焯好的虫肠，放点盐、鸡精、一品鲜，几下天地翻就 KO 了啊！来开灶，来吧，先尝沙虫刺身啊，整点3杯酱，海鲜酱油，是，味道已经超预期了啊，口感非常的脆，味道很鲜、很爽、很清甜，没有一点的腥味啊。这个可比我们以前吃的蚯蚓强多了啊！你看，特别像蚯蚓。哎呀，绝对是刺身界中的极品啊！没想到能这么好吃，吃个海肠比较一下啊。海肠就是比沙虫根就多了，肉壁更厚啊，特别有嚼劲儿，但是略微能感觉出来一点腥味儿，可以接受。但有一点不太好啊，就是嚼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能感觉黏了咕叽的啊，不是很舒服。我觉得这个海肠啊没有沙虫好吃，尝一下熟的吧，还是先尝沙虫。哎呀，熟的好吃啊，它脆度啊能下去一点啊，但是鲜度提上来了。跟韭菜搭配哈，绝配啊，属于鲜上加鲜，口感超级好啊。看海肠，海肠熟的就要比刺身更好吃啊！首先呢，就是腥味肯定吃不到了，它的鲜度要比沙肠啊高出来很多倍，口感呢也略微舒服一点，就不是特别梗了啊，很脆。我觉得熟吃啊，海肠要比沙虫好吃，
我呀分别还烤了2串啊。这个是大连的特色烤法，就是中间里边穿了一根韭菜。烤的时候先刷点油，等烤透过了喷点1品鲜酱油，然后撒盐、孜然、辣椒面，这就好了。再尝一下啊，这是沙虫，烧烤味十足啊。这海肠，烤的好吃啊，烤的要比炒的好吃啊。你们要是来大连啊，有韭菜烤海肠，你们必须给尝试一下啊，嘎嘎好吃。做小总结啊，烤、炒、刺身啊各有特色，但我觉得沙虫、刺身绝对是这个啊，我认为是虫类海鲜里面排行第1位的，相当好吃。如果是熟吃的话，海肠要比沙虫好，但是那个性价比的话没有沙虫高啊。你看我这一堆沙虫才花了60多块钱，海肠还是比较贵的，60块钱买不了几根，而且水特别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